我从我一位营养师朋友那边偷学到一个越吃越瘦的饮食公式。你是不是也试过168断食或者是生酮饮食？结果总是饿得头昏眼花，最后忍不住暴饮暴食，体重不降反升呢？或者是你每天吃的超少，甚至晚餐不敢碰淀粉，可是只要一到下午，你都会疯狂的想要吃零食、饼干、巧克力、手摇饮。你明明知道不该吃，但你就是忍不住。吃完之后又会充满罪恶感，觉得自己是不是意志力太薄弱，根本就不是减肥的料。我跟你说，你之前失败真的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你试的那一些方法太过极端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吃的太少，你的身体会进入饥饿模式，你的代谢会开始下降，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发出我要吃东西的讯号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吃零食。我有很多学生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是跟你一样，每天吃的很少，但是体重就是降不下来。后来我让他们多吃一点，吃到一定的量之后，你猜怎么样？他们开始越来越少吃零食。他说：就会越来越不想吃了，而且体重也开始下降。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魔法啊，或者是什么秘密，而是一个简单的热量加减法而已。那这个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，怎么去计算出你每天要吃的热量。这个很重要，你没有吃到一定的量，就会让你越减越卡关，瘦不下去，而且健康会越来越差。那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步骤一，先算出你的基础代谢 BMR， 还有每日总消耗热量 TDEE。首先是 BMR 要怎么算？很简单，你只要照着这个公式，10乘以你的体重公斤数，加上6.25乘以你的身高，再减掉5乘以你的年龄，女生最后再减161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你每天躺在沙发上当沙发马铃薯，什么都不做，你的身体会消耗的热量。而且这个就是你每天要吃的底线，记住哦，这个是底线，你绝对不可以吃低于这个数字。接下来算出你的 TDEE， 也就是每日总消耗热量。这个数字包含了你一整天的活动量，例如说你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、运动、做家事，全部加起来的热量消耗。那要怎么算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把 BMR 乘以一个活动的系数就可以了。例如说你几乎不运动，整天坐在办公室，那就乘以 1.2。那你每周运动1到3次的话，就乘以 1.35。那如果你每周运动3到5次，就乘以 1.55， 或者是你每一周运动6到7次，就乘以 1.725。算出来的数字就是你每天消耗掉的总热量，也就是 TDEE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想要健康的减脂，你每天吃的热量就必须介于你的 BMR 还有 TDEE 之间，不能低于 BMR。因为那个会让你的身体进入饥饿模式，代谢开始下降，而且有可能会掉肌肉。那当然也不能高于 TDEE，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有热量赤字，你体重就不会下降了。最理想的减脂热量是 TDEE 减100到300大卡，这样子可以减脂，又不会让你的身体觉得说，我在挨饿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学生在增加他们吃的东西之后，反而开始瘦下来。因为他们之前吃的太少了，低于 BMR， 那身体当然不会愿意燃脂啊。再来步骤2，找出你的蛋白质黄金摄取量，这个就是用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 1.6， 那这个就是你一天要吃到的蛋白质量，你不用多也不用少，然后把它们分配到3餐之后，你会惊讶发现你开始不会想吃零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热量到了，而且蛋白质也可以大大增加你的饱足感。你的大脑当然就不会一直要你去吃东西。那如果你会担心说，吃这么多蛋白质，那肾脏会不会出问题？别担心，只要你有限制住一整天的总热量，在总热量以内的蛋白质都不会让你的肾脏出问题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如果你一整天吃1600大卡可以变瘦，那你就算1600大卡都是蛋白质也不会怎么样。但这个不太可能，因为你一定要把热量分配给碳水还有脂肪。不可能1600大卡都是蛋白质，那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。而且之前报道说吃太多蛋白质肾脏会有问题的那些人，其实是他们的肾脏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所以吃太多蛋白质，他们的肾脏才会出问题。那如果你的是健康的，你就不需要担心。再来步骤3，
设定你的脂肪摄取量。很多人一听到减脂就觉得说，我要吃低脂低碳，但其实脂肪对于你的身体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它可以帮助你吸收维生素，它可以平衡你的荷尔蒙，可以让你的皮肤头发保持健康。所以你每天至少要吃到体重乘以 0.8 到1克的脂肪，这个就是你的基础脂肪的需求。在步骤4，设定你的碳水摄取量，这个就简单了，你的总热量已经固定了 ，TDE 减100到300，你的蛋白质也固定了，体重乘以 1.6 倍，你的脂肪也固定了，体重的 0.8 到1倍，那么剩下的热量就直接用碳水来填满它吧。那很多人会问我说，教练，我是不是应该吃低脂，还是要吃低碳饮食？听好哦，这个是一个反比的概念。如果你要吃低脂，那你就要吃高碳；如果你要吃低碳，那你就要吃高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总热量是固定的，你的蛋白质也是固定的。如果你同时吃低脂又吃低碳，那你根本吃不到你需要的热量，然后你的身体又会进入饥饿模式，代谢又开始下降，又开始分解肌肉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喜欢吃米饭、面包、水果，那你就选低脂高碳的饮食。那如果你喜欢吃肉啊、坚果、酪梨之类的，那你就选低碳高脂的饮食。如果都喜欢呢，当然就轮流咯，没有哪一种是比较好，只有哪一种会比较适合你。选你可以长期坚持的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讲到这边，你应该大致了解饮食要怎么吃了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如果我想要瘦出身材线条的话，我一定要做重训吗？有氧不行吗？不行，因为你之前一直少吃，然后只做有氧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会掉肌肉，也就是发生你现在的结果。那当你的肌肉量下降，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跟着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减肥成功以后，一吃回正常饮食就马上复胖。可是重训不一样，重训可以帮你保留，甚至增加你的肌肉量。肌肉就像你身体里的燃脂引擎，你的肌肉越多，你躺着都能消耗越多热量。而且重训跟其他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它可以雕塑你想要的身体线条。你想要翘臀没问题，你想要马甲线没问题，你想要紧实纤细的手臂也没问题。有氧只能让你整体变小，可是重训可以让你的身材变得紧实苗条。那我知道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健身房很可怕，不知道怎么用器材，怕被别人嘲笑，或者你觉得重训很累、很重、很痛苦，你宁愿去做跑步、瑜伽或者是游泳，我完全理解。但问题就在于你之前做的方法少吃有氧，导致了你现在不满意的结果。所以你心里深处是知道的，对吧？你想要的那个结果，那个紧实有线条、穿什么都好看的身材，就一定要做你最不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是我跟你保证，当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天比一天还要更有线条，当你发现你的臀腿线条越来越紧实好看，当你穿上那一件你一直觉得很难看的牛仔裤就变得很好看，那种成就感还是不会让你爱上重训，笑死。可是你会感谢你自己当初开始重训，你会发现原来你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，而且你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成果。所以不要再让过去失败的经验来定义你的未来，因为我知道你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声音，我不喜欢健身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时间，这些感觉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们不是什么借口，而是你自己的感受。那你可能真的很忙，有小孩要顾，有工作要做，有家庭要照顾，每天已经累得不得了了，哪里还有时间跟精力去健身房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也有教过很多跟你一样忙碌的学生，有些人是全职的妈妈，有些人是高阶公务员，甚至有些人是美国外派工程师，或者是亚洲区的总监。你说他们很闲吗？没有，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忙碌，但他们还是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不是因为他们比你还要强，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提前规划这件事情。他们会把健身排进生活里，把健身当成其他事情一样重要，就像排进重要会议里面一样。所以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需要一个适合你的方法，
还有可以快速帮你获得成果的系统。所以现在我要邀请你加入我的好身材突破系统。这个系统就是专门为了像你这样已经很努力瘦下去，但身材还是松垮垮的女生设计的。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你会学到3个关键的步骤。第一个，找对热量。我会教你 AI 无法教会你身材紧实苗条的饮食策略，你会学会如何计算你的 BMR 还有 TDE， 找到那个减肥还可以瘦出紧实苗条的身材线条的热量区间。你不用再觉得好饿，或者是不用再担心想要吃零食，或者是暴饮暴食。在第2个，发对力。我会教你如何确保所有的肌肉都可以正确的启动，避免你花一堆时间训练，结果不仅很累，但也没有练到正确的肌群。你会学到有效练出臀腿线条方法，还有健身的基本逻辑跟健身的教学动作影片。那你会学会如何解决常见的健身错误。在第3个，练上去。我会教你如何设计一套适合你的训练课表，让你每一周都会有进步，不会遇到停滞期。因为我会给你最适合的训练菜单。那现在点击我影片栏的连结，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课程内容，还有更多学员的见证。那也许你还会担心说，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，对吧？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那我的学生里面有全职妈妈，也有很常加班到晚上8、9点的上班族，或者是妈妈，然后又是上班族，他们什么都要兼顾，而且他们都做到了。因为这个系统的设计就是为了忙碌、时间少，但想要真正改变的女生。你不需要每天训练，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你只需要把事情做对，那你的身材就会开始改变。那或者是你在想说，我之前试过了很多课程都没有用，这个会不会也一样？其实我可以理解你的怀疑，这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学生在报名之前也跟你一样怀疑，每天花很多时间运动，饮食也控制得很干净，可是体重一直降，但身材线条却没有变得明显好看。但他们都在学会系统里面的方法之后，不仅瘦得更快，而且身材线条也越来越明显。所以我对这个系统有信心，因为它不是又一个教你少吃多动的课程，而是一个会依照你的状态能帮你突破卡关的具体系统。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点击影片描述栏的连结，加入好身材突破系统，让你可以越快的瘦出紧实苗条的身材。我们在课程里面见吧，拜拜。